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一个科技巨头跟地方政府之间有点像打结的状况。我们手边的资料啊，主要来自好几家媒体的报道，像是风传媒啦、联合新闻网、中央社这些。那也参考了一些背景资料，比如维基百科啊、北士科官网等等。焦点很清楚，就是那个全球 AI 龙头辉达 NVIDIA。他们想在台北的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就是大家常说的北士科嘛，盖一个很大的台湾总部。但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好像，卡住了。所以这次啊，我们的任务就是帮你厘清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辉达为什么就看中这个地方？卡关的点到底在哪？而且这个局里的三方，辉达拿着地上权的星光人寿，还有台北市政府，他们各自的立场。困难点又在哪里？你会听到一些蛮有趣的细节，像是合约限制怎么变成绊脚石啊，不同的解套方案怎么角力啦，还有一些数字上的争议，有点雾里慌开。没错，这件事它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投资案，对不对？但你如果真的深入去看，就会发现，哇，里面牵扯到很多东西，法规啦，已经存在的合约义务啦，政府的招商策略考量，甚至还有过去一些标案的历史包袱跟争议。我们来一步一步拆解这个结。好，那我们就从头说起吧。这个辉达为什么会特别看上北士科的 T17、T18 这两块地？听起来很具体啊。我们看到的资料是说，那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他是在2025年5月的时候宣布的嘛。他们那个台湾总部计划叫 NVIDIA Constellation， 地点就锁定在北士科。然后 T17 跟 T18 这两块地啊，加起来面积大概3.89公顷，差不多快12000平。这就刚好符合辉达一开始说的，他们至少要3公顷地的这个需求，而且地点本身好像也蛮吸引人的。这边是北士科的核心区嘛，旁边就是人保的 T16， 周围还有像华硕啊、和硕这些都是重要的伙伴。感觉辉达是想要弄一个 AI 生态圈出来。对，这个选址绝对不只是看地够不够大而已哦。你刚提到的那个产业群聚效应，这个非常重要，尤其对吸引 AI 人才、留住人才来说，这种环境很有帮助。不过这里有个重点哦，这块地它不是辉达能直接跟市府买的，它的权利是星光人寿的。新寿在2021年的时候，2021年柯市长任内。对，就是柯文哲市长任内用差不多44亿标下来的，是一个50年的地上权。等等，地上权这个词我们常听到，但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跟直接买地有什么不一样？好，简单来说地上权就是说，你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盖你自己的房子或设施，而且你可以使用这块地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案子里就是50年。但是土地的所有权最终还是地主的，也就是台北市政府。所以新寿拥有的是在这块地上盖房子、营运的权利，不是土地本身。了解了。那问题就来了，辉达想来，新寿也有这块地的开发权，听起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会卡关？这应该是大家都开心的局面呢。症结点就在一份合约里。就是新寿跟台北市政府在2021年签的那份地上权契约，里面有一条很关键的限制，它要求新寿必须要先把所有的建物都盖好，而是要拿到使用执照之后，才能把这个地上权的权利转让给别人。这就是大家在讲的先建后移条款啊。原来是这样，但辉达显然不想等啊。看报道，他们好像是希望自己能完全主导那个总部的设计跟建造过程，毕竟他们的规格要求一定很高嘛，时程也要抓紧，所以他们想要自己盖，不想接一个别人盖好的，所以这个先建后移，他们不能接受。对，这就是第一个核心的冲突点。这个先建后移条款，当初设计的用意很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标到地之后什么都不做，就放着等涨价再卖掉，就是防止所谓的养地或炒地皮啦。
他要求你必须真的有建设投入。但是呢，在这个辉达的案子里，这个原本可能是好意的条款，反而变成了一个阻碍。它限制了像辉达这种需要全球快速布局，而且对开发时程跟规格掌握度要求非常高的国际大厂。这也凸显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耶，就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啊、法规啊，在面对这种规模很大、时间又很紧的全球顶尖科技投资案的时候，是不是不太够弹性？跟国外其他也在抢这种投资的城市比起来，这种比较硬的规定可能会让我们比较吃亏。不过，如果站在市府的角度想，这个规定当初定下来，会不会也是有它的道理？毕竟地上权一签就是50年，他们也要确保拿到权利的人是真的要盖东西，不是短期炒作就跑掉。没错，制度设计的初衷通常有它的合理性，特别是管理这种公有土地资产，防弊是很重要的考量。但问题就在于，当你碰到像辉达这种，本身就是全球顶尖，而且有非常明确又很急迫的建设需求的公司时，那原本那种一体适用的规则，是不是还适合？或者说，是不是应该要有一点弹性调整的空间？这就是现在大家在吵的点，如何在防弊跟新力之间找到平衡点，特别是面对这种能带来很大产业效益的投资案，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了解。既然直接转让地上权卡在先建后移这一关，那有没有别条路可以走？听起来各方好像都有在想办法嘛。第一个看到的方案是新售跟台北市政府干脆合议解约，就是把地上权还给市府，然后市府再看是要租还是要卖，可能设定新的地上权给辉达。北市府这边那个李四川副市长有公开说过，这好像是辉达比较想要的方案。市府也真的有动作，在10月13号发文给新售，请他们提出具体的解约条件跟要多少钱。市府的基本态度是 OK， 你之前缴的履约保证金大概30亿，还有一些预缴的权利金我们可以退给你，再加上一笔合理的补偿金，媒体猜大概5到8亿吧，所以加起来大概30多亿。不过市府也一直强调，前提是不能让台北市民，也就是纳税人吃亏。但是新售这边的说法就很有趣了。快要接手新售的台新金控，他们的总经理林威俊公开说，绝对没有要从北市府跟台北市纳税人手上拿1毛钱。他觉得所谓的补偿金，应该是最后拿到这块地开发权的辉达付给新售才对。对啊，而且之前不是有媒体报说新售开了个天价，好像140亿的补偿金，据说里面还包含了大概107亿的预期利益。但新售后来有澄清了，说这140亿是他们跟辉达之前谈的商业条件，不是跟市政府要的解约金。新售也主张应该照合约来，启动那个契约里的协调委员会机制好好谈。哇，这个就有点像罗生门了，对不对？市府说补偿金大概就几亿，是市府跟新售的事。新售说没要跟市府拿钱，但是跟辉达谈的是140亿。这难怪会有议员质疑嘛，像游淑慧议员就说，新售实际投下去的成本，权利金加租金大概才32.7亿，如果真的拿到140亿，那不是赚翻了？而且李四川副市长也说，他觉得辉达不可能买一个东西付2次钱嘛，付一次给市府，又付一次给新售。可是林维尊总经理又说，补偿是辉达跟新售之间的事，这中间的矛盾点到底在哪？听起来双方对补偿这件事的定义范围，谁该付钱，根本看法完全不一样哎。这确实是目前最大的解疑之一。我们可以把它看成2种不同的思跑逻辑。市府这边比较像是处理一个合约终止的问题。他们觉得解约嘛，就是市府跟新售之间的事，市府依法把你付的钱退给你，再加上一笔经过评估合理的大概是利息或作业成本的补偿，然后地收回来，市府再跟辉达谈新的条件。可是新售那边，特别是台新金要进来了，他们有对新股东、对保护负责的压力嘛？
他们的角度可能更像是看待一个资产处分的问题。他们觉得手上拿的不只是一张合约，而是一个有很大未来增值潜力的权利。放弃这个权利，等于放弃未来50年开发可能赚到的庞大利润，也就是机会成本。这个价值损失，他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最终得到好处的人，也就是辉达来补偿，而不是市府拿纳税人的钱来付。这就牵涉到对于这个地上权未来价值跟机会成本要怎么认定，由谁来承担的根本分歧了。哇，原来是这样，不只是数字多少的问题，是背后的逻辑跟立场就不同了。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最直接的完全照合约走嘛。新秀先把大楼盖好，拿到使照，然后再看是要转让地上权，还是把盖好的楼租给辉达。市府听起来是支持这个方案的，因为这完全照规矩来，没有法律风险。新秀也公开说过，他们可以配合辉达的需求来盖，盖完再交给他们。对，但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辉达显然对这个没兴趣啊。他们最在意的就是主导权跟时间嘛。对辉达来说，这个方案最大的问题就是时间跟客制化程度。你要想要盖一个像辉达这种顶尖科技公司的全球总部，它不是盖一般的办公大楼从机房的规格、电力配置、实验室的需求，甚至内部的动线、保安等级，一定都有非常特殊而且严格的要求。如果是新秀主导去盖，就算新秀很有诚意说要配合，辉达可能还是会担心最后盖出来的东西没办法100%符合他们的想象，而且整个盖的时间也可能因为来回沟通协调拖得很长。这对需要快速反应市场变化的科技业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有道理。那第三个方案有没有可能让辉达直接承接新秀现在这个地上权合约？就是新秀退出，辉达进来，合约继续走，只是换个人执行。不过这样好像还是要改那个先建后移的条款。新秀那年好像觉得这条路可以走，他们主张说北市府其实可以根据法规里的重大公共利益或者是情势变更原则来做一个材料，同意让他们在房子还没盖好的情况下就把地上权直接转给辉达。毕竟引进辉达这种指标性的投资，对台北市甚至对整个台湾的产业发展都算是重大利益嘛。可是北市府这边的顾虑就很现实了，他们非常担心，如果真的同意在还没盖好的时候就让新秀转给辉达，这就等于是单方面改了当初公开招标时的合约核心内容。在现在这种政治气氛跟法律框架下，非常容易被外面质疑是图利新秀，让新秀不用盖房子就能脱手赚钱。这种指控可能会带来很严重的法律风险，譬如说渎职罪，还有很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考量到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北市客标案本身就有一些争议背景，现在的市府在这方面一定是绑手绑脚，非常非常谨慎，不敢乱来。听起来好像每个方案都有各自的死结，要么卡在合约，要么卡在钱怎么算，谁付钱，要么卡在政治跟法律风险。那还有没有最后的备案呢？如果 T17、T18 真的谈不拢呢？确实有备案。北市府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就是放弃 T17、T18，改推北市科园区里另外一块地，编号 T12的基地，而且可能还需要整合旁边一些私人的土地，才能凑过辉达要的面积。同时，中央的经济部也动起来了，开始帮辉达在全台湾找其他可能适合盖总部的地点。T12 这个方案听起来怎么样？这个 T12 替代方案恐怕也是困难重重啦。首先 T12 本身比 T17、T18 小，一定要整合旁边的地才够用。其次，根据资料这些旁边的地所有权非常零碎复杂，地主有台北市政府自己，有丰乐地产，就是卫丹集团相关的，有开喜建设，还有多达44位私人地主。哇，44个私人地主！对，你想想看，要整合这么多不同地主的意见、条件、期待，光想就知道难度超级高，一定很花时间。再加上整合之后要怎么开发，是全部买断产权，还是也要设并地上权，或者更复杂的模式，这些都会让问题更麻烦。
对辉达来说，选 T12可能感觉就像，才刚爬出一个坑，结果又掉到另一个更深、更复杂的沼泽里。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辉达对这个备案反应好像没有很热络。所以你看，这整个事件勾勒出一个很清楚的困境图像。辉达作为全球布局的科技巨头，他们要的是速度跟主导权，确保投资能快很卷的落地。星光人寿尤其在跟台新金合并整合的背景下，他们背负着对股东、对保护的责任，必须要维护甚至最大化这笔几十亿地上权自传的价值。而台北市政府就被夹在中间，一方面要努力遵行现行的法规跟合约，避免留下任何画饼；另一方面又感受到各方希望成功引进辉达的巨大压力，同时还要非常小心地避开任何可能被贴上图利标签的政治地雷。三边都有各自的立场跟难处，而且时间好像也不等人了，感觉有些关键的时间点已经过去或者快到了。没错，看报道，辉达跟新寿之间原本签的那个合作意向书，就是 MOU 啦，双方初步合作意愿的文件，已经在2025年的9月30号到期了，而且据说没有展延，这通常不是个好信号。不是好兆头。另外，北市府的黎川全副市长也提过，辉达那边希望市府能在10月24号之前，对于 T12这个替代方案到底行不行给出明确的回复。如果到时候还是没搞定，市府就可能就得启动其他的备案计划了。这表示谈判的时间压力是真的有。有一个小插曲，对不对？这个新寿在10月16号也就是市府发文要他们提解约条件之后没多久，他们为 T17、T18这两块地办了一个开工动土典礼。虽然后来澄清说他们现在只拿到围篱整地那种杂项执照，真的要往下挖结构还要另外申请许可。但在这个时间点做这个动作，还是被很多人解读说新寿可能是在跟市府或辉达秀肌肉，表明他们还是有主导权，甚至是在施压，说他们会照合约走下去。当然了，新寿是否认这种说法的说是内部既定形成。不管怎么样，时间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个僵局没办法在短期内解开，辉达确实有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蛮有可能的，会开始更积极的去评估其他的选项。这些选项不只是台北市的其他地方，也可能是台湾其他也在积极招手的县市，甚至不能排除把这个大型投资计划移到海外去，像是印度或其他国家。所以这件事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台北市能不能争取到一个大投资案的问题了，它更像一个指标，可能会影响未来其他国际级的大厂在评估台湾整体投资环境的时候，他们的看法跟信心。如果连辉达这种指标案子都会因为程序跟合约细节卡关这么久，那其他潜在的投资者难免会有点犹豫却步吧。了解。我们刚刚好像也稍微提到，这个北市科 T17、T18的地上权标案本身，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些争议的背景，这跟现在的困境有关吗？确实有关。这个案子是在2021年，就是柯文哲市长任内由星光人寿标下来的嘛。后来到了蒋万安市长上任之后，再加上台北市议会成立了专案小组去调查，陆陆续续就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主要的质疑点是，当时的柯市府在订定招标条件的时候，是不是有放水，甚至是不是为了新寿量身打造的嫌疑。量身打造怎么说？比如说，有议员指出，市府可能取消了原本对于进驻产业类别的限制，甚至免除了得标厂商必须要交详细投资计划书的要求，这就让主要业务是金融保险的新寿也能够很容易的得标。提出这些质疑的议员包括像林延凤、游树慧、詹委员、简书培等人。更勇敢的是，因为星光人寿当时的副总经理吴欣盈后来代表民众党参选立委，还担任副总统候选人。他跟当时也是民众党主席的柯文哲之间的关系就被拿出来放大检视，质疑说这里面是不是有潜在的利益输送或冲突。
哇，这水很深呢。这些争议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台北地检署已经分了一个他字案在侦办，把柯文哲列为被告。所谓他字案，简单说就是检察官觉得可能有犯罪嫌疑，开始进行初步调查搜证的阶段。同时，台北市议会的专案调查小组也还在进行中。所以这些过去的争议也影响到现在处理辉达案的方式啊。绝对有影响。这部分的背景资讯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现在蒋万安市府处理这次辉达案的态度和他们能操作的空间。正因为这个原始标案存在这些还没厘清的争议，还有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现任的市府团队对于任何可能被外面解读为图利新售的做法，即使是为了促成辉达来投资，都一定会采取非常非常谨慎，甚至可以说是保守的立场。他们需要确保每一个决定都能经得起最严格的法律跟政治检验，这无疑就增加了寻找弹性解套方案的难度。我们在这里只是客观呈现资料中提到的这些背景跟争议，并不会对内容本身做任何评判或定论。了解。既然现在情况这么僵，有没有一些来自外部比较中立的专家或机构提出过可能的解方或建议呢？李世川副市长自己其实就有提过一个想法，针对那个解约补偿金到底该多少这个争议点，他建议说可以委托有公信力的第三方专业机构，例如找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不动产估价师事务所或者大型律师事务所来做客观的鉴价评估。这样算出来的数字，不管是否要送去议会同意，或者新售要交给自己的董事会做决定，都能有一个比较公正客观的依据，也许有助于化解歧见。听起来是个方法。那还有其他的吗？另外，我们也看到前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长期关心产业发展的张景生先生，他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方案，叫做三方协议买回与专案让售方案。这个方案设计的比较巧妙，它的建议是第一步由台北市政府、星光人寿跟辉达三方签一个协议，由市府先把 T17、T18 的地上权从新售手上买回来，让土地权利状态变单纯，回到市府手上。先买回来。对，第二步，市府再根据产业创新条例里面有关于促进重大产业投资的规定，用专案让售的方式，直接把这2块地的地上权或可能是土地所有权，细节还要确认，指定卖给辉达。因为辉达盖 AI 研发总部，很明显符合国家重大产业发展的需求嘛。第三步，为了补偿新售在这过程中放弃的权利跟投入的成本，由辉达另外付一笔双方谈好的地上权投资价值协议金，这笔钱的性质就界定成辉达跟新售之间的商业安排。哦，这个听起来好像把公家的事跟私下的事分开处理了。对，没错，这些建议，不管是李副市长的第三方鉴价，还是张景生的三方协议方案，他们的核心思路都是试图在现在的法律规范跟政治现实下，找到一条能够绕开图利疑虑，又能兼顾各方核心利益的解套路径。特别是张景生的方案，他很聪明的试图把公法关系，就是市府跟新售之间的地上权合约终止与买回，跟司法关系，也就是新售跟辉达之间的商业价值补偿，做一个切割处理，让整个城市的法律定性更清楚，或许也能降低执行的阻力。当然啦，这些方案到底可不可行，还需要更细致的法律评估跟政治协商。好了，今天我们算是把辉达想在北市科盖总部，却意外卡关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从头到尾仔细的走了一遍了。从一开始辉达为什么选中这里，到最核心的卡关原因，那条先建后移的合约限制，再到辉达新售北市府三方的不通盘算和难处，以及台面上各种解套方案的利弊得失，还有背后牵扯到的法律风险跟政治包袱。这整件事看下来，真的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招商引资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临镜，折射出大型公共土地开发案里面公部门跟私部门之间协调合作那个高度的复杂性。
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既有的法规制度它的弹性够不够，是如何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抓住关键产业发展机会的能力。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你来说，听完今天的内容，或许会让你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像回答这样的全球顶尖科技巨头，带着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投资计划来敲门说想要来我们的城市落脚的时候，我们的城市从法规、行政效力到政治决策，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弹性、智慧跟魄力，去应对这种看起来很甜蜜，但其实充满挑战的烦恼？的确是这样，这起事件最后会怎么收场，本身就充满悬念，值得我们继续追踪。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不管这次北市科案的结果怎么样，它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制度性、程序性的障碍，能不能成为一个契机，促使我们去全面检讨反思，未来台湾在争取其他类似的有指标意义的重大国际投资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建立一套反应更快速、程序更简便、权责划分更清楚，而且更有弹性，能为个案量身定做的协调机制跟法规环境？我们要如何才能避免让这种国际级的大案子卡关在地方性的程序细节的状况一再发生？这或许是这次事件留给我们所有人一个更大也更急迫的思考题。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深入探讨能为您带来一些启发。我们下次见。